大家好，我是陈俊明，欢迎来到健康永驻。如果屏幕前的您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现在点个关注正是时候。今天这一期内容可以说是关系到咱们每一个人，特别是家里有长辈或者自己经常与银行打交道的朋友，请务必耐心看到最后，因为从今年12月开始，银行领钱的规则真的不一样了。您要是少做2个简单的动作，很可能就会接到国税局的关切电话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真真切切已经上路的制度变化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？我自己存的钱自己去领，怎么还会惹上麻烦呢？但事实就是如此。从今年12月起，包括台湾银行、第一银行、华南银行等主要金融机构都已经全面启动了新的监控流程。这可不是银行没事找事，而是整个金融体系和国税局那边的电脑系统，现在就像2张紧密扣合的网，资讯流通比以前快得多，也紧密得多了。我在银行柜台服务了10几年，每天接触的客户形形色色，从退休的叔伯阿姨到刚出社会的年轻人都有。以前大家最爱问我，俊明啊，哪一家定存利息比较优惠，办什么卡转账不用手续费？但这1年来，问题彻底变了。我最常被拉住问的是，陈先生，为什么我领自己的钱，行员要问这么多，甚至过几天还接到税务单位的电话？如果您心里也有同样的疑惑，今天我就把这些年累积的经验和所知所学，毫无保留地跟大家说清楚、讲明白。首先要请大家理解，这不是银行柜员故意刁难，也不是他们想偷懒或找茬，真正的关键在于制度改变了。从12月开始，只要您的账户出现大额交易、频繁交易，或是交易模式看起来与平常消费习惯有明显差异，电脑系统就会自动标记。我们柜员一看到画面跳出提示，就必须依照规定进行确认动作。这不仅是数钱没错就好，更得协助客户把资金用途问清楚，把程序走完整，就是为了避免客户后续惹上不必要的解释麻烦。所以对咱们一般存户来说，未来使用资金确实不能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，一定要多留一份心，保留一些记录，才不会无意间踩到红线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主要是为了防治洗钱和查稽逃漏税。现在国际间的金融监管越来越严格，我们也必须跟上脚步。银行和国税局的系统现在就像2个紧紧咬合的齿轮，只要您的账户资金流动模式和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样态不同，系统就可能发出警示。这里要特别解释什么叫不同，这不代表您违法，只是您的交易行为在数据上看起来和一般人领薪水、缴水电费、买菜购物的节奏不太一样。系统是死的，它不认识您是谁，它只认数字和模式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假设您3天之内从同一家银行分好几次，总共领了60万元现金，在系统的逻辑里，它就可能怀疑您是不是故意把一笔大钱拆成小笔，想要规避单日现金交易50万以上必须申报的门槛。又比如，您手边有一张放了1年多的巨额支票，突然拿来存入，系统就会产生疑问，这笔钱从哪来？为什么之前不动用，现在突然出现？结果就是系统自动将这笔交易资料报送给国税局。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您只是为了给孙子办婚宴，或是卖了一块祖产，把辛苦攒下的钱存进银行，最后却可能接到税务人员的电话，请您去说明资金来源。听到这里，很多老朋友心里可能开始嘀咕，甚至有点不高兴，难道我以后花自己的钱还要处处被人盯住吗？大家先别着急，其实只要咱们在交易时多做2个动作，就能把绝大部分的误会消除在萌芽阶段。第一个动作就是写明用途，不管您是到柜台填写取款单、转账单，还是在 ATM 操作，只要有关于备注、摘要或用途的栏位，千万不要留白，哪怕只是简单写几个字，例如孙子结婚用、支付医院手术费、家庭生活开销，就这几个字，能让系统理解这笔钱的流向是正当的日常所需。第2个动作就是保留凭证。什么是凭证呢？就是收据、发票、合约书、签收单，甚至您手机里的对话记录截图、照片都可以。只要能证明资金的最终去向，将来万一有单位询问，您把这些资料亮出来，就是最有力的证据，谁也挑不出毛病。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有点麻烦？其实一点也不难。大家想想看，是现在多花30秒写几个字，多花1分钟拍张照麻烦，还是日后被国税局请去说明，甚至可能面临补税罚款麻烦？
我给大家分享几个在柜台亲眼见到的真实案例，各位就更能明白了。那天一大早，一位60多岁的林阿姨拿着存折来找我，她压低声音跟我说：“俊明啊，我打算分3天来领钱，这样比较低调，也不会被盯上，对吧？”我一问才知道，她孙子下个月要结婚，她想准备现金红包，计划3天内从同一家银行每天领20万，总共领60万。在林阿姨的想法里，分次领比较不显眼，身上带的现金也不会太多，感觉比较安全。但在银行系统的判定里，这正是典型的拆单交易。我赶紧跟她解释：“阿姨，您这样做反而更容易触发系统警示，他会认为您在刻意规避监管。”我当场教她2招：第一，在取款单的用途栏直接写上孙子婚宴礼金；第二，把订餐厅的单据、买喜饼的发票，甚至婚宴场地的预约合同，都用手机拍下来存好。这样以后就算有单位查询，您把手机照片给他们看，一切清清楚楚。林阿姨听完恍然大悟，直说：“原来是这样，还好我先问了你。”她照我说的办了，后来顺顺利利，完全没接到任何询问电话。过了1星期，她还特意回来谢我，说她隔壁邻居也是办喜事取钱，但没写备注，结果真的被国税局打电话问了老半天，吓得心神不宁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同一个人，同一天，在同一家银行的现金交易，只要累计超过50万元，系统几乎一定会标记，不管您是一次领足还是分多次领，只要加总达到门槛，就会被列入关注名单。而您最好的护身符，就是白纸黑字写清楚用途，并且把相关单据保存好。再讲一个关于吴伯伯的例子。吴伯是个朴实的农家子弟，前几年家里卖了一块农地，拿到一张面额700万元的支票。老一辈的人总觉得钱放在银行不够踏实，他就把那张支票锁在卧室抽屉里，整整放了1年多。后来越想越不安，才又拿去银行存。这一存进去，系统立刻发出警示。看着吴伯紧张失措的模样，我也很心疼。我告诉他：“吴伯，您没有做错事，但这笔钱是卖地所得，属于财产交易收入，按规定必须交代清楚来源。”我协助他把当年的土地买卖契约书、付款证明文件都影印了一份，也请他自己用手机拍好照存档，并叮嘱他以后万一税务单位询问，就把这些资料提供出去。后来吴伯专程来道谢，说幸好当时有留下这些文件，不然事隔1年多，细节哪里记得清楚，真的会说不明白。所以说，问题不在于我们能不能动用这笔钱，而在于系统能不能理解这笔钱的来龙去脉。还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是关于吴爷爷的。吴爷爷非常疼爱孙子，有一年他来柜台说要汇一笔钱给孙子买房子付头期款，我那时没多想，就帮他办理了250万元的汇款。结果到了第2年，他孙子向银行申办房贷时，银行审查头期款来源发现了问题，一查才发现这笔钱超过了每人每年244万元的赠与免税额度，就差了那么6万元，但当时没有申报。吴爷爷知道后整个人都懵了，他说：“这都是自己家人，爷爷给孙子钱买房，还要课税吗？”我在柜台前耐心向他解释，在法律面前，亲情归亲情，规定归规定，家人之间的大额资金往来超过一定数额，在制度上就会被视为赠与，每人每年的免税额度就是244万元，一旦超过，依法必须在30天内向国税局办理申报，如果没有申报，事后被查获，不仅要补缴税款，还可能面临罚锾。吴爷爷听完懊悔不已，直拍大腿说：“早知道就差这一点点，我就去申报一下好了，现在要被罚钱，这冤枉钱花得真不值得。”这件事让我感触很深，很多长辈不是不愿意守法，而是根本不知道有这条规定，或者觉得家人之间转账哪有那么多规矩。但事实上，事前花一点点时间准备，就能避免后面的大麻烦。在柜台服务这么多年，我自己的心得就是，要把我们心里觉得合情合理的人情事理，转化成系统能看懂的书面资料，写明用途，就是给电脑系统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保留凭证，就是给自己一把坚实的保护伞。当您在转账备注栏写下儿子生活费或孙女教育基金时，系统在后台比对后，就能将这笔交易归类为合理家庭支出，税务单位自然不会再多问。可别小看这寥寥数字，关键时刻真的能省去无数解释的功夫。我给大家整理出2条务必记住的关键数字，
这是2条不能轻易跨越的红线。第一条红线是现金50万元的门槛，只要是现金存取，无论是存还是取，只要同一天在同一家银行累计超过50万元，系统依法就会自动通报。请注意，是累计超过50万，不管您分5次、10次还是1次完成，只要加总达标就算。而且同一家银行的不同分行是连线作业的，都会并记。但如果是透过网络银行转账或是刷卡消费，通常不计入这个现金50万的限额中。所以如果真的有大额资金需求，能够转账就尽量不要提现。如果非得用现金，建议可以分不同天办理，或到不同银行处理，并且务必在单据上写明用途。第2条红线是赠与免税额244万元，每个人1年内赠与给同一个人的财务总值不能超过这个数字，超过了就必须在30天内向国税局申报。请注意，这里的赠与不单只给现金，还包括您为子女买房、买股票、赠送金饰珠宝等有价物品，只要是具有相当价值的财物都算在内。所以亲友之间如果有大额资金往来，一定要先仔细算好这笔账。接下来我想特别提醒3种最容易让长辈们不小心踩坑的情况，很多叔伯阿姨都在这些地方吃过亏。第一种情况是分次领钱凑整数，不少人觉得一次领一大笔钱太招摇，也怕银行问东问西，就分好几次，甚至跑好几个柜台去领。您自己以为是分散风险，但在系统的逻辑里，这正是刻意将大额资金拆散以规避监管的行为，术语叫做拆单交易，在反洗钱系统里属于高度关注的态样。其实您光明正大一次领取，诚实说明用途，反而比偷偷摸摸分多次领更安全，更不容易被盯上。第2种情况是转账完全不写备注，父母汇钱给孩子，觉得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多写那几个字？但在系统看来，这就是一笔没有来由、没有去向的大额资金流动，非常容易引发怀疑。您只要写上生活费、学费，哪怕写补贴家用，系统就能理解这是正常的家庭开支，就不会特别关注了。第3种情况是大额现金放家里很久之后才存入，有些长辈习惯把钱领出来放在身边，觉得这样心里踏实，可能放了1-2年后，又担心不安全，再拿回银行存。这时候系统就会产生疑问，这笔钱中间这段时间去哪里了？为什么突然又回流到银行？这种资金链条出现断点的情况，最容易引起查核。与其事后费尽唇舌解释，不如一开始就让资金留在银行体系内，或者早点存入，并在存入时就备注清楚来源。这些提醒，我跟许多客户都反复说过，有些客人听进去了，还会拿笔记本抄下来，贴在冰箱上提醒全家。今天我也把这些经验系统化整理出来，送给荧幕前的各位。大额现金请分银行、分天数处理，尽量别在同一天、同一家银行就把50万元的额度用满，跨不同银行办理，或者分开不同日子处理，会更为稳妥。每一笔交易都请写上用途，备注栏就是您的防火墙，简单几个字，能挡掉后续无数麻烦。相关单据凭证一定要保留，不管是纸本收据、发票，还是手机里的截图、照片，请务必妥善保存。这比事后说100句解释都有用。赠与超过244万元务必申报，不要拖延，在30天内办妥申报最安心，补缴税款总比被罚款来得划算。如果真有特别大笔的资金规划，且不确定如何处理，请不要怕麻烦，主动询问银行理财专员，或找熟悉的会计师咨询。现在银行的服务都很完善，他们会告诉您如何合法合规的操作，能避免非常多不必要的困扰。这5点建议不是死板的规定，而是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能用上的自保指南。很多长辈听完我的说明后都说，原来也没那么复杂，就是办事的时候多一个步骤，多留一点记录。我也常常听到一些老朋友在柜台感叹，现在生活好了，怎么用自己的钱反而越来越不自由？我总是笑着回应，其实不是不自由，而是我们要把正当的事情说清楚、讲明白。我们和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，国家要打击的是洗钱、逃税这些不法行为，我们老百姓要的是资金安全、晚年无忧。只要咱们愿意配合，把用途写明白，把单据留齐全，坏人就找不到漏洞，咱们的财产也就更有保障。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，今年上半年因为资金流动异常而被通报的案件中，有超过60%都是因为没有写明用途或无法提供合理凭证所造成的误会。
这些误会一旦发生，您得跑银行说明，跑税局解释，整套流程走下来，最少也要耗费好几天，既浪费时间又影响心情，何苦呢？而且请大家留意，随着科技越来越进步，明年开始这套监控系统的覆盖范围还会更广，不仅是大银行，连邮局、农会信用部、信用合作社等都可能逐步接入联网。也就是说，这套规矩将来会是全国通用的金融规范。我们现在学会这2个简单动作，以后无论到哪里办理金融业务，都能从容应对。如果咱们家里有习惯用存折领取现金的长辈，请您一定要把今天这2句最核心的话告诉他们。每次填单子，多在用途栏写几个字；每次办完业务，把相关单据收好，别随手丢掉。就这么简单的2个习惯，就能把潜在的大麻烦挡在门外。钱还是您的钱，只是我们用一种更安全、更规范的方式来使用它。最后，陈俊明，我还要特别啰嗦一句，给大家提个醒，现在的诈骗集团也在与时俱进，他们同样知道这些新规定，所以最近出现了一种新形态的诈骗手法，骗子会冒充银行行员或国税局人员，打电话给您，声称因为金融监管新制，您的账户资金有异常流动，需要您配合调查，接着要求您去操作 ATM 或把款项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。请大家千万记住，真正的银行或税务机关如果对您的资金流向有疑问，绝对不会在电话中要求您操作转账，更不会指示您去动用提款机。他们一定会请您携带身份证、存折及相关证明文件，亲自到分行柜台或税捐稽止处临柜办理，而且他们会给您充分的准备时间，不会在电话里用紧急、立刻、马上这种词汇逼您当下转账。凡是电话中要求您转账汇款的，100%都是诈骗。这些金融监管规定的初衷，不是为了给咱们老百姓添麻烦，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更透明、更安全的金融环境。只要咱们懂规则、守规矩，稍微调整一下过去的习惯，就能安安稳稳地支配自己辛苦积攒的每一分钱。咱们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好，未来大家手头的资产只会更丰厚，日子也会越过越兴旺。我们把这些理财自保的小知识学到手，正是为了守好咱们的钱袋子，也守好咱们晚年的安心与幸福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些提醒与帮助。如果您觉得陈俊明讲的内容对您有用，麻烦您动动手指点个赞，也分享给身边的亲友，特别是家中的长辈，让他们也能了解这些重要资讯。别忘了订阅健康永驻频道，我是陈俊明，咱们下期再会。